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然有广论坛，我是飘哥。在之前，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印度神童阿比亚，他通过传统的阿育吠陀占星术，对我们未来的生活以及世界大事件都做出了很多的预言和建议，而且呢，很多都得到了验证，其中就包括新冠，甚至时间地点极度吻合。同时，他也对2次疫情做出了预言。如近期的这个621日食天象的这个预言也是十分恰当。那么阿比亚在这个小小的年纪啊，14岁就有这样的成绩，那么呢以后的成绩肯定也不可限量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那现在有很多人的话呢，把他和欧洲龙婆、全盲女预言家巴巴万加相提并论。那咱们这一集就来讲一下谁是巴巴万加。巴巴万加，别名欧洲龙婆，也有人把她叫做万家婆婆。生于1911年，逝于1996年，被保加利亚视为国民英雄，原因是她的预言神准无比，灵验到被视为国家最高机密。她所遗留下来的数千条预言，至今也就公布了一小部分，其成就令全世界费解和震惊。对，巴巴万加神婆龙婆，她是这个巴巴万加这个名字是保加利亚人对她的一个尊称。这个意思什么意思？其实是信使的意思。巴巴万加其实是信使的意思，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之为阿信，就是这阿信婆婆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对，巴巴万加的原名是什么呢？巴巴万加的原名是维吉尼亚·庞蒂瓦·迪米特罗维亚，一点都不复杂，一点都不复杂。他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佩特里奇村。那么呢，在这个小村当中生活，没有读过几年书，但他读过一点，但是不会写，只会说。他的这个预言啊，都是身边的同道帮他记录下来的，似乎是给人一个山野村妇的形象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却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和尊重。这也正应了咱们中国的一句话，叫做大隐隐于村市。巴巴万加呀，其实在1991年他刚出生的时候，眼睛并没有失明，他是一个全盲的预言家。那么呢，他眼睛没有失明，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当时。但是就在他12岁的时候，有一次突然被突发的一个龙卷风卷到了空中，卷到空中之后就和人们失去联系了。最后的话呢，人们是在离龙卷风发起地不远的一个地方，一个这个泥潭里或者是一个废墟里，对，找到了他。他已经被这个泥土啊都给埋了好长时间，然后就送到医院去抢救，而他的眼睛里边当时就充满了沙子，充满了泥土沙子。这个医院的话呢，给他检查做了各种检查化验，然后甚至想给他治疗，但是呢，其他的部位都治疗好了身体，但是呢，眼睛从那次之后就全盲，就不能再看到东西了，非常的惋惜。从12岁之后，他的神奇的预言和这个超能力的话呢，显现的淋漓尽致，而且逐渐的越来越厉害。他不但可以预言到世界的大事，而且还精通医术，可以通察百病。他给人看病就是搭手，碰一下你的肩膀，或者是握一下你的手，那么呢，把手或者搭在你的肩上。过一段时间之后，甚至有的时候他不会瞅你。过一段时间之后的话，他就知道你的病灶来自哪里，可以驱病去邪。当时的话呢，很多的人都登门拜访，当时的欧洲各国的政要都有往来。据说的话呢，希特勒其实便是其中之一，也来了。刚一进门，还没开始说话呢，巴巴万加就先开口了：远离苏联，你的战争你将会失败。对，然后又和希特勒进行了一定的长谈，而这些长谈内容的话呢，没有人能够知道。当希特勒离开巴巴万加的这个门的时候，基本上是什么呢？后人的描述就是满目茫然，浑身汗然。巴巴万加在世的84年里，万家婆婆的预言很多的预言了很多的东西，她的预言啊是
十分震慑人心的。那么有一个小故事，那么1976年8月上旬，南斯拉夫的女演员兼歌手希尔瓦娜·阿梅努利奇在保加利亚巡回演出的时候，决定去见一下八八万家。知道这个当时的这个八八万家已经是名声响彻欧洲。那么呢，他去了之后，八八万家只在坐着凝视着窗外，他从门口进来根本没有看他，他有点纳闷，于是他就在旁边的侧凳上坐下了。很长时间八八万家都没有说话。过了许久之后，八八万家终于开口了，说：“我没有什么话跟你说的，你走吧，走吧。3个月后再回来。”然后呢，这位这个女歌手听了之后觉得挺惋惜的，就按照吩咐就出去了。还没等出去的时候，刚刚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八八万家突然又说了一句：“3个月后，如果你要是能回来，你就回来，你也可能就回不来了，我可能也就看不到你了。这也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。”这女歌手当时毛骨悚然，出门的时候眼泪哗哗就下来了。但是她没有办法，她只能够听这个八八万家这样一说，可能她当时或许也想到了自己的命运或者如何，对吧？这个事情这么过去了。当她还在计划3个月后再回来回访八八万家的时候，而就在她准备回访八八万家之前的头1个星期，和她的妹妹一起车祸去世。这个故事非常离奇，而且非常巧合，让人匪夷所思。当然了，这是许许多多的八八万家预言当中成功的一个小故事而已。那么在大事件的预言当中啊，它也是预言准确率极高，预言了好多世界的大事件。其实它一直预言到了人类的世界末日。比如说他在大事的预言当中曾经预言了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，预言了美国的911事件，预言了全球变暖的困境，预言了2016年英国将要退出欧盟。对，他曾经说过：“恐怖啊，恐怖！铁鸟撞双子，千人大劫难，美国的城市。”其实说的就是911，这是他非常著名的一个预言。而且呢，他也预言了美国会在第44届出现一个美非血统的黑人总统。哇，就是奥巴马。对，太厉害了。对，那么这一点的话呢，很多的预言都是逐步的一步一步的得到了证实。而且呢，八八万家呢曾经预言了2010年开始阿拉伯之春将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，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催化剂。那么呢，其实这个大家也知道，这个阿拉伯国家确实是引起了前几年的时候引起世界很大的骚动，而且很多的人的话呢，后来也到了这个欧洲，那么呢使欧洲产生了一定的混乱。其实八八万家已经也预测到了这一点，预言到了这一点。那么呢，当然了，还是希望世界和平，对吧？我们都希望世界和平。八八万家的预言，他预言了很多的世界大事，很多的名人的大事，很多的个人的大事。预言的咱们曾经经历过的很多都已经验证了，而且也预言到了世界的将来。比如说在2023年地球轨道发生轻微偏离。其实对于地球轨道来讲的话，地球轨道会永远的停留在那里吗？那么以偏轴23.44度的角度，地球对吧，23.44度角度是会这样永远的对着太阳这样转下去吗？没有人知道。地球的公转呢，有个公转平面称为黄道，其实咱们都听说过叫黄道12宫，就是这么来的，这黄道。那么呢，用右手定则，如果你的右手用这个拇指指向北极，那么呢，这个四指的话呢，旋转的方向的话呢，就是地球的旋转方向。而你这样的话呢，偏离23.44度，那么呢，你这个就是在效仿地球的旋转。比如说天王星是平行旋转，那么金星是倒过来旋转，等等。但是呢，通过科学计算呢，可能有一天都会要偏离。但是呢，八八万家就已经给出了这样的预言。但是偏离肯定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天气
四季的变化呀，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，对人类生活甚至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那么呢，下一个就是2028年，研制出新的能源。那么这种新的能源的话呢，我们不知道，也可能是一种核反应，对吧？也可能是某种新的能源。这个以前咱们在视频当中经常的提到过，对吧？而且88万家提到，通过这种新能源的开发，人们可以飞上金星。2043年，世界经济繁荣，穆斯林统治了欧洲。他还预言到什么呢？穆斯林会入侵到欧洲，激进分子呢到处破坏。这种情况的话呢，会持续好几年。2046年，所有的人体器官都能够人工培植，换器官成为医疗的最佳手段，这个也有可能。2066年，在攻打穆斯林罗马城时，美国动用了新式武器，叫气候武器，全球变冷。2088年，新的疾病出现，那么呢，人类会出现这个新的疾病非常可怕，几秒钟衰老，这是一种快速衰老的疾病。那他也说呢，2097年快速衰老疾病被遏制，2100年，距现在也就是80年吧，人造太阳开始覆盖地球。那这个可能也挺有意思，对吧？2111年，人类成为机器人，活的机器人，这个也有可能。2125年，匈牙利呢收到外星人或者宇宙传来的信号，那这个信号传到匈牙利去了。2130年，受外星人的劝导呢，移民居住区沉入海底。那么呢，其实这个他说的什么意思？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类在水下建立了城市，基本上说的是这样的意思。对，那么人类呢将会学会在水下生活。2146年，动物成为半人类，这也有可能。2183年，火星上一个移民区成为核大国，向地球提出独立要求。这个好像有点扯啊！我觉得太扯了。我不知道，这不知道是后人杜撰的，还是网上乱传的，还是真的，对吧？2196年，亚洲、欧洲全部消失。亚洲、欧洲全部消失。2196年，离现在还有200年，不到200年。2201年，太阳的热核反应放慢，寒冷来到地球，这有可能。2221年，在寻找地球外生存空间中，人类和某种不怀善意的东西接触，这可能是某种不怀善意的外星人，这是有可能的。2256年，太空船给地球带来新的可怕的疾病。2262年，行星轨道逐渐产生变化，火星遭到彗星的威胁。2288年，穿越时空旅行开始，和外星人有了新的接触。这个现在听起来也挺匪夷所思的。2291年，太阳熄灭。2291年太阳熄灭，这个我觉得人类大事儿，对吧？那么呢，人类曾经尝试在2291年开始重新点亮太阳。2296年，太阳产生强烈爆炸，引力的话呢发生改变。那么呢，很多的宇宙飞船和人造卫星，他说那个时候天上跟下了这种机器雨，或者就说那些卫星什么的坠落了。2302年，宇宙的秘密被揭开。2302年。2304年，月球的秘密被揭开。2304年。2341年，一种恐怖的东西从太空向地球飞进。那这个有可能是一种，比如说是某种射线也好啊，或者是某个星体也好啊，或者某种外星各种情况，这都有可能。3010年，彗星撞上月球，地球四周形成一圈飞沙走石，这有点类似于这个现在画那个星体，是吧？那么呢，他也预言了，在3797年，地球上此时万灵俱灭，人类在另一个星球上呢打下了生命的基础，地球毁灭。那么呢，88万加呢，在他离世之前，他也表示，他的神秘的力量呢，传给了一个在法国的10岁的小女孩，而他会继承衣钵。而就在他去世之前，还有一个传闻，就是在他身边的同道人的话呢，
说他在去世之前一直在说一句话，这个是咱们最近期在网上看到，在网上流传的一个，叫 Corona will cover the earth。而在他身边的人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以为是他说的是皇冠如何如何，他以为是他在自言自语的在说皇冠的意思，而可能是在他要去世的一种征兆等等。而到了今天的话呢，他的同道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时候，人们才反应出来，原来巴巴万加想告诉人们的是 Corona 就是新冠疫情的将要到来，将要覆盖地球。巴巴万加是可能是预测到了疫情。咱们在前一些集的话呢，也讲到印度神童通过他的占星术也预测了疫情的到来。那么占星术大家都知道非常的神奇，就像是咱们所知道的中国的袁天罡，对吧？那么呢，占星术的神奇和巴巴万加的神奇，以及诺查丹马斯的神奇，其实他们都是在不同的领域有他们独到的剑术。如果硬把他们往中间扯的话呢，扯到一起，其实我们并不能把他们分出来高下。而我们想说的就是，他们更加重要的是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更加重要的信息，或者叫预言，让人们能够在某些大是大非面前有一定的准备。可能这才是人们想要知道的。今天的视频的话呢，可能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，不要走开。今天我想一定会有彩蛋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孤独看飘哥。那么呢，喜欢的话呢，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，点击喜欢评论的朋友的话呢，可以参加评论。飘哥也希望听到你的观点。Peace out。那么呢，我们这一集的话呢，就来讲一下谁。那么我们这一集呢，我看往下一点 ，sorry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对，在未来不久，人们就可以登上金星的这种可能性。那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下。对，那个人生经历更加丰富一下。对，这个比下一次日食好像还可以幻想一下。那么巴巴万加的原名是什么呢？巴巴万加的原名是维吉尼亚，想不起来着。南斯拉夫的一个女演员兼歌手，叫做希尔瓦纳·阿梅努利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是吧？是。吓你一跳吗？是集市。大爷隐于集市吗？对。OK。巴巴万加婆婆隐于村市，更厉害。